之前在拍视频的时候，后面经常摆着几个显卡盒子，尤其是这个5090D 显卡，然后就有观众朋友在评论区和弹幕中说：“你这个5090D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只是买个盒子放后面当背景板吧？里面不会是空的吧？”等等言论。说实话，我看到这种评论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确实在后面摆了挺久的，因为太忙了，我一直放在那儿没有拆开过。正好今天有空，咱们就不过多解释，我直接把它拆开，给大家看看这个盒子到底只是个看起来昂贵的摆件，还是里面真的有一张真的5090D 显卡。其实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这个盒子真的不是一个空盒，更不是买来专门撑场面的道具，它就是一张实实在在的5090D 显卡。这次我准备装入主机里，用来替换我用了3年的4090显卡。先将这2块显卡的包装放在桌面上，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吧。然后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箱这款七彩虹的5090DAD 显卡。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其实不是哇性能多强，而是这玩意儿也太大了吧。呵呵。七彩虹的显卡一般它都会给一个这种螺丝刀，这也算是七彩虹的 AD 显卡的一个特色。这螺丝刀看着还挺精致的，然后这边还有七彩虹的 logo。然后这3个呢是它的一个应该是显卡支架，这3个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这是一个同步线，灯光同步线。然后这个是一个转接口，因为有些电源可能比较老的电源，它没有这种新的这种显卡接口，所以它会给一个1转4的一个转接口，去跟以前一些老电源保持一个兼容性。然后这个就是显卡的本体，就是这张5090D 显卡的本体。OK， 这个就是这张七彩虹的5090D 这张显卡的本体，然后这是这张显卡的背部。现在这些旗舰显卡真的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插上去就完事的东西了，购买前要考虑很多因素。它不只是性能强，它是真的大，是真的重，也是真的挑机箱。你装之前可能觉得不就是换张显卡吗？但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举动，会牵扯出一堆问题，比如机箱装不装得下，电源是否够用，电源线怎么走，侧板会不会顶线，显卡会不会下垂，底部进风还够不够，显卡支架好不好用，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影响装机甚至整台机器的使用体验。将4090和5090D 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它们的外形大小，因为光看5090D 可能你还没什么概念，但是把它和4090放在一起，这个感觉就很明显了。可以看到，其实5090要比4090AD 要大一圈。4090当年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它很夸张了，长度、厚度、重量都已经不像以前的显卡了。但是现在当把5090D 放到旁边，它又把这个夸张程度往上推了一截。4090本身已经是一张很大的卡了，但当放在5090旁边的时候，4090还是小那么一截。这次其实不是单纯换显卡，更像是趁这个机会把整台主机重新整理一下。那么下面呢，我就将这款七彩虹的5090D 显卡和之前我节目中给大家开过箱的全汉1650瓦电源装到我的华硕 PA602的机箱中。那么下面就开始装机。因为这台机器我之前一直在用，这次主要是更换电源还有显卡，所以里边原来已经装的东西我就不拆了，
只是把该更换的2个件去进行更换，然后电源线重新插一下。然后打开这个机箱的侧板也比较简单，在这边有一个开关，我只要轻轻一摁，它这就打开了。打开完之后，我就可以把侧板就可以抽下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台机器现在已经安装的这些硬件，还有插的这些线是这样。我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这个电源给它拆下来，然后把线可能要重新捋一下，我就不再用这个定制线了，而是用新的那个电源它自带的那些电源线去把这些硬件跟它进行一个连接。这个机箱里原来电源的这些线就已经拆完了，然后我下面就可以把新电源往机箱里安装了。这个华硕的 PA602的机箱，其实它的机箱里边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无论从安装的便利程度，还是它考虑的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这个机箱确实是对得起非常精致的做工。我一会儿在安装的时候会边安装，有一些重点的内容会跟大家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款电源就是全汉的 MegaTi 1650瓦电源，在我之前的节目中其实已经介绍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源的介绍。然后主要是说一下它这里边的接口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有2个12伏2x6的接口。下面我就把这个电源装到机器中。然后这个是显卡的那条线，也是比较脆弱的这条线，我现在把它也插上。然后这款机箱现在所有的线我就算连接完了，我下面把这款机箱后面的这个背板我整理一下，然后这个背板这边我就大概整理一下线，也没有太仔细的去整理，反正能保证背板这个盖能盖上就可以了。就这个角度再看一下。那么接下来我把机箱的这个背板给它盖上。OK， 没问题，完全可以盖上。然后我把机箱还是转个方向吧，给它转到这面来。下面我们就准备装显卡。装显卡之前，我先把这2块板给它装上。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安装显卡了。它这个显卡安装在这个 PA602机箱上，它在机箱后边有一个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免工具可以安装显卡的位置，它的这边是这样的，然后显卡可以在这边去固定一下，我稍后去安装。对了，这个机箱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内部是带了一个显卡支架的，就是这个位置。当我把显卡装完之后，它就可以充当一个显卡支架的作用。下边我就安装显卡吧。安装显卡之前，这个显卡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是同步线还是说 RGB 线的，我把它插上，然后显卡里边带了这个线，然后我把显卡插到这个机箱里边去。然后这边这个可折叠的显卡支架，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充当一个显卡支架。然后刚才可能没看清楚，这个显卡这个固定方式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扣，然后我把这个显卡只要对齐这个螺丝孔，然后把这个小扣直接摁上去，它这个就固定上了。然后在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可以拧的东西，在这个位置把它锁死的，这样显卡就没有需要螺丝就可以安装上了。然后最后我们去插这根显卡线，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这根线，因为50系列好多显卡都有烧接口的问题。我为这块显卡也特意买了一块新的电源吧。我现在就把这条16pin的线跟显卡进行一个连接，希望不会烧吧。插的话一定要插紧了。OK， 那现在显卡也装上了，那整个机器基本上就安装完了。我下面把这个机箱侧面的玻璃盖板给它盖上。我现在把这个玻璃盖板给它盖上，它这个安装还是挺简单的，只要把下边对齐了，上面一扣，就算安装结束了。好了，机器装好之后，欣赏一下成品的效果吧。
总体来看，这个机箱很大也很沉，满满的质感，这种低调不浮夸，尤其是没有什么 RGB 光污染的效果，个人感觉很帅，你觉得呢？好了，本期只是一个5090D 显卡开箱以及装机的 Vlog。其实关于这款 PA602 机箱，还有一些内容在我装机的时候没有提到，我会放到下期做一个整理和总结。相信看完下期之后，你对这款机箱的一些优缺点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如果你最近也在挑选机箱的话，尤其是对这款机箱感兴趣的话，千万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见，拜拜。